三方势力集合，泰坦大乱斗。为了击败对手，手段频出。老登启动装置，变异泰坦电视再异化，带走特种飞碟。吉托特因此破镜提升陆地神仙境，大宝剑破空一斩，一剑开天门。Hey guys, peace and here，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在等待了一周后，加速宇宙上4集更新了。这集的打戏无疑是疯狂了，三方的较量将该系列推向了又一个高潮。请带着激动的心情，我们接着往下看。如果觉得不错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哦。前情回顾，他的赛人来到了栋梁山基地，吉托特和特种飞碟迅速反应前来阻截，但中途有着变异泰坦电视的加入，为了不影响水下基地，他们不得不换个战场，就此三方大战上演。回到本集，开集给到了一朵花花，这非常奇怪，周围的环境十分的贫瘠，却有着一朵动人的花独秀于此。我想这可能代表着末世之下难有完卵之说，除他之外都已被飞沙摧残。纵使他挺拔于此，但失去了同伴的他已然孤木难支，下一秒就被吉托特一脚踩扁。三泰坦大乱斗正式开始，泰坦电视首先发了吉托特，在吉托特反击之下，刚刚取得半分优势，又被他的三人插手打断。根据定律，一般三人斗谁优势就打谁，这里也是如此。吉托特被击退，他的三人暂时优势，顿时吉托特身后的4把飞剑开始拼接成为1把模块化兵器。吉托特将其手持再度冲去，找到了他的三人作为对手，但他的三人较为灵活，先攻取中路，打断了吉托特的攻击。吉托特不得不采取格挡应对到来的攻击，看起来这个距离很适合使用近战武器，但印象人打造的泰坦还是秉承了灵活这等特征，这就导致了吉托特哪怕是近身也有点施展不开。吉托特很快找到机会，一剑划出，只见他的三人一个后翻加2踢脚卸掉了吉托特的武器，随后双方再次近身肉搏，但他的三人的力量不足，吉托特很快就败阵下来。吉托特将其推倒后，拿住了泰坦三人的小翅膀，举高高旋转360度，重重的砸在了地上，同时顺手拔掉了这对小翅膀。吉托特建立了优势，按照铁律，变异泰坦电视该出手了。果不其然，变异泰坦电视打断了吉托特接下来的动作，一道核心冲击将其掀飞。随后，变异泰坦电视分头行动施展，变异后的电视头屏幕已经损坏，转为代替的是2个咧嘴电视头，他们径直向吉托特冲去。只见吉托特意念驱使4把飞剑环绕自身，让正巧赶过来的电视头撞上，分为2半。在片刻后，4把飞剑再次凝聚为1把剑，吉托特起身反手一剑斩碎第2个。根据定律，他的赛人又该出手了，他拦住了朝吉托特走去的泰坦电视，随后右手掐诀，灵力挥去掌心，融入拳头，再一拳飞出，击中了变异泰坦电视的核心。在这击之下，变异泰坦电视并没有因此倒飞出去，而是像之前老登咒斧这个类似，竟然打出了类似灵魂体一样的绿色虚影，这太疯狂了。这虚影应该是泰坦电视本人的，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本体，或者是意识体，因为他看起来很正常，没有受到感染。从他接下来的言语中可以得知，他并不清楚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并表示快嘎了自己。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一手，或许在相应的单位遭到感染时，其自身的意识或是灵魂被老登的 AI 病毒所取代，从而真正的意识灵魂体就会进入深度休眠状态，或许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不过这个灵魂体竟然不是电视主题色紫色，难道说是因为他的三人的能量打入变成了绿色？这很难猜测。之前福兹哥的灵魂体是可以对得上自身的主题色的，这个恐怕就难以深究了。他的赛人在击中变异泰坦电视时，其命中的反馈持续到了虚影结束才有所响应，或许这道能量中还充斥了时间之力，大幅减慢了时间的流速。之所以是减慢，是因为周身没有黑色特效和变异泰坦电视依然还有着轻微活动的表现，但也不排除是应用了剪辑手法，刻意放慢了这段画面。在灵魂体回到变异泰坦电视后，这才变为了正常。虽然有了拳头的反馈，但效果没有多大。恢复后的变异泰坦电视再一道核心射线发出，击退他的赛刃，建立优势。根据谁优势打谁的定律，吉托特又该出手了。他将大剑扔出，随后分裂为4把飞剑，将变异泰坦电视钉在了地上，从而有了一些时间再次对付他的赛刃。双方摩拳擦掌，向我们展示了一波经典的格斗术。很快，他们就互相钳制住了对方的手臂，准备用最后的拳头来分出胜负。但相较之下，依然是吉托特的力量更胜一筹，一拳给他的三人打得火花带闪电。吉托特建立优势，变异泰坦电视又该出手了。他顶着飞剑的控制爬了起来，他的三人也不再等谁优势了，与变异泰坦电视一起激活吉托特，双拳难敌4手之下，交战仅2合。吉托特先后被绿箭子刀贯穿，发出了哦的声音。在此情景下，变异泰坦电视即将触发感染动画，但嘴巴自爆了，趁此间隙，吉托特快速脱离掌控，是特种飞碟。他终于有反应了，相视一眼后，他将他的三人顶飞出去，从而方便吉托特独自对付变异泰坦电视。他将飞剑收回，合为1把剑，直接使用赤手中独门剑法3连之剑，随后再使用
动小中同款剑诀连环剑，再丢出刺中核心打到残血，最后按下 F 即将触发核心处决动画，但老登不乐意了，他按下了某种装置按钮，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变异炭电使的身体异化出了数根藤蔓或荆棘状的触手，将 G-Twit 逼退的同时，他的新皮肤解锁，这些东西变成了他的新的肢体，看起来有点与丧尸音响的类似，难道这就是之前在山洞里老登所言的升级？8成就是了。随后变异他的电视将剑拔出丢在地上，进入了2阶段战前先后，这次完成的很快，霎时间他控制着铁荆棘使出缠绕之术，将 G-Twit 牢牢控在了原地，而后快速踱步靠近，但又被打断了，是特种飞碟又来了，估计他将他的3人顶走后又快速回来了，从而帮忙 G-Twit 对付这个难缠的对手。见状，变异他的电视缩身成寸，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幕则是出现在了他的背后，背身带有潜行和20%的伤害加成，仅一击就成功得手。纵使特种飞碟已经药石无医，他仍在血条掉完的最后一刻，也要发射一颗子弹帮助 G-Twit 脱困。他真的我直接泪目。G-Twit 很快清理了周身的铁荆棘，但特种飞碟已经等不到他了。见状 ，G-Twit 双眼一闪，内心沉吟，周身寒芒尽显，大剑蓝光逼人。而后 G-Twit 默念心诀，高举长剑，紧接着周围好似形成了一个紫电磁场领域，他周身紫气缠绕，山花聚顶，是突破之势，已然步入陆地神仙之境。这一剑将达到极其恐怖的威力。很快，周围的光好像被吞噬了一般，变得无比黝黑。随着白光破空短暂一闪，顿时天地无色，日月无光，仿佛变成了一幅能动的水墨画。在这股惊人的威压之下，本集完。不得不说，这个系列又突破了。G-Twit 的新能力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走出了另类的路，而这个改变我太喜欢了。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我是皮斯曼，我们下个视频再见。